必须告诉您一个真相，番茄本身不坏，坏的是搭配，如果搭错东西，再好的番茄也会变成肾脏的隐形杀手。各位长辈大家好，您今天早上吃番茄了吗？很多人觉得番茄是健康食物，天天吃没问题，但我有10年肾脏专科经验，您知道吗？在肾功能较弱的长辈中，近一半的人血钾已经处于危险范围，自己却完全不知道。今天这篇内容我会直接告诉您3种最不该跟番茄一起吃的搭配，以及3种可以安心吃的组合，特别是第3种坏搭配，很多长辈天天吃还以为是养生，请看到最后，明天您的餐桌就会不一样。先讲一个基础常识，肾脏就像身体的滤水器，每天过滤200公升血液，把多余钾排出去。钾很重要，能帮心脏规律跳动，肌肉正常运作。但钾一旦太高，健康肾脏能快速排掉，可随着年龄增长，这个能力会下降。德国一项针对12000多人的研究显示，肾功能从40岁后每年缓慢下降，到了70岁，过滤能力比年轻时减少40以上，这不是您的错，是自然老化，所以饮食管理才格外重要。您最近有没有腿脚沉重、浮肿、心悸、手脚麻木？这些可能就是血钾慢慢升高的信号。一个生番茄含钾约230到300毫克，不算多，但若打成汁或做成番茄酱，钾含量会暴增3倍以上。美国国家肾脏基金会2023年建议肾功能较弱者每日钾摄取应控制在2000到3000毫克以下。问题不在吃1-2片番茄，而在于一次搭配太多高钾食物，肾脏来不及处理，就像窄水管突然冲进大量水，特别是吃血压药或糖尿病药的长辈，某些药物会让肾脏排钾更慢，风险更高。先说第1种坏搭配，马铃薯或地瓜配番茄酱，很多长辈晚餐吃马铃薯泥，冬天吃烤地瓜，习惯沾番茄酱。但一个150克马铃薯含钾500到600毫克，地瓜也差不多，再加20-30番茄酱又多200到300毫克，光这一道配菜钾就接近800毫克，相当于每日建议量的1/3。问题在于太熟悉了，熟悉到您根本没警觉。我诊间曾有一位72岁奶奶，几十年每晚吃烤地瓜蘸番茄酱，血检时钾已经快爆表，她还坚信自己吃得很健康。这种搭配会让腿部浮肿、血压升高，饭后莫名疲劳，甚至心悸手麻。现在就可以改，想吃马铃薯或地瓜时，改用少量麻油或苦茶油调味。另外，马铃薯去皮切丁，冷水泡30分钟以上再煮，可以减钾30%到50%，一个小动作，肾脏轻松很多。第2种坏搭配，番茄配菠菜或羽衣甘蓝。夏天很多长辈爱做凉拌番茄菠菜沙拉，颜色漂亮，看起来健康。但100克菠菜含钾540毫克，加上番茄，一碗轻松超过700到800毫克。更麻烦的是，菠菜和番茄都有草酸，草酸会在肾脏里凝固成结石，这个组合同时带来高钾和结石双重风险。羽衣甘蓝也一样，100克含钾490毫克，打成汁或冰沙喝，钾更多，吸收更快，肾脏负担暴增。我遇过一位68岁长辈，每天早上打菠菜番茄汁喝，结果剧烈腰痛挂急诊，查出肾结石。他很困惑，明明吃最健康的食物怎么会这样？您可以简单替换，用生菜或嫩白菜叶代替菠菜。100克生菜钾只有170毫克，是菠菜的1/3。换个菜，肾脏负担直接少3倍。从今晚的沙拉开始改吧。第3种坏搭配，也是我今天最想强调的，番茄配酪梨、香蕉或椰子水。很多长辈认为这些是超级健康食物，早上吃番茄加酪梨，或者打香蕉、番茄冰沙，再喝杯椰子水。但您知道吗？100克酪梨含钾485毫克，一根香蕉360毫克，一杯椰子水600毫克，再加上番茄，一餐轻松超过1500毫克钾，等于一天建议量的一半。美国临床管理医学期刊研究指出，慢性肾脏病老年患者中，高血钾症发生率高达50%。血钾过高时，心律不整和心脏骤停的风险会急剧升高。你以为最健康的食物，反而可能伤心脏。特别是吃某些降压药的长辈，这类药会降低肾脏排钾能力，钾累积更快。您不需要完全戒掉酪梨和香蕉，但千万别跟番茄同一餐吃。椰子水也要重新考虑，一次改一个就好。好，坏搭配讲完了，接下来讲3种可以安心吃番茄的好搭配。第1种好搭配是小黄瓜。小黄瓜钾含量只有150毫克左右，是马铃薯的1/3，水分高达95%，能自然稀释番茄里的钾。
帮肾脏减轻负担。做法很简单，一个番茄切块，半根小黄瓜切片，淋半湿橄榄油，放一点洋葱，盐能少就少，5分钟搞定。这道沙拉能减轻腿部浮肿，夏天吃还能开胃。如果您以前习惯马铃薯蘸番茄酱，从今天起换成番茄小黄瓜沙拉吧，一个小改变，肾脏大不同。第二种好搭配是洋葱和大蒜，这2样东西您厨房里一直都有，一辈子都在吃。100克洋葱钾约160毫克，大蒜虽稍高，但一餐只吃一点点，总钾量很低。而且洋葱里的带皮素能抗发炎、稳血压，大蒜里的大蒜素能增强免疫力、改善循环。做法：半颗洋葱切片，小火炒一下，加1颗切好的番茄，再加2瓣切碎的大蒜，滴几滴麻油，香浓醇厚，可以拌饭，也可以跟豆腐一起煮汤，盐越少越好。从今晚的汤里加1片番茄开始，一餐就能同时降血压、增免疫、减肾脏负担。第3种好搭配是我最自信推荐的白菜或花椰菜。几年前一位80多岁爷爷来我诊间，血钾非常高，再拖下去就得用药。我建议他从饮食改，他选择每天早上吃1碗番茄白菜汤。3个月后，血钾居然回到正常范围。100克白菜钾约230毫克，花椰菜约299毫克，都比菠菜低很多。更棒的是，美国国家卫生院研究指出，白菜和花椰菜富含膳食纤维，能帮助肠道排出钾。当肾功能减弱时，肠道会帮忙代偿，而且还能改善便秘。肠道舒服了，肾脏负担也跟着轻。做法：锅里加水，放1把白菜，半颗切好的番茄，2瓣大蒜，几滴麻油，小火煮15分钟，盐能不放就不放，用花椰菜也行，切小块跟番茄一起炒，软糯好入口，牙口不好的长辈也能吃。最后给您3个使用技巧。第一，番茄最好吃新鲜的，不要吃番茄酱、番茄泥或番茄汁，因为脱水后钾浓缩3倍以上。第二，高钾蔬菜可以先去皮切丁，冷水泡30分钟以上再煮，能减钾30%到50%，用滚水烫一下倒掉水也有效。第三，一餐里避免同时吃好几种高钾食物，如果今天吃了番茄，其他配菜就选低钾的。最后也是最重要的，您上次抽血是什么时候？血钾没有症状也会悄悄升高，请每3到6个月做一次血检，跟您的主治医生讨论今天的内容。每个人的肾脏状况不同，医生帮您找到最安全的标准。总结一下，不要跟番茄一起吃的有马铃薯、地瓜、菠菜、羽衣甘蓝、酪梨、香蕉、椰子水。可以安心跟番茄一起吃的是小黄瓜、洋葱、大蒜、白菜、花椰菜。番茄不是坏食物，它守护了长辈餐桌几十年，只是搭错了东西，肾脏会吃苦。明天就在餐桌上做一个小小的改变，这个小选择10年后会成为守护您健康的重要力量。我是会一直在这里陪各位长辈过更健康、更幸福的日子。如果这篇内容对你有帮助，请点个订阅，也分享给身边常吃番茄的长辈。在评论区留一句我会从番茄搭配开始改变，或我会告诉家人，那是对我最大的鼓励。最后提醒，这是一般健康资讯，每个人的肾脏状况不同，任何饮食改变请务必先咨询您的主治医生。祝您永远健康，我们下篇再见。